看到这仨勇气可嘉的争夺者，萧炎、林动、沐尘的嘴角倒是浮现出一抹幅度。为了能够速战速决，他们直接催动自身的无色天位星辰海磅礴无尽的天位神力自他们的身后急速的凝聚而来，其中闪烁着10万颗星辰，但这10万颗星辰足以抗衡9重天位神的存在。不管你是中期、后期还是所谓的巅峰，都不在话下。面对萧炎、林动、沐尘他们的无色天位海，这山来挑战的争夺者也不甘示弱，同样将自身的100万颗天位星辰海召唤了出来，呈现的是黑色。那其中的数量以及光芒，从表面上看的确要高于那10万颗无色的天位星辰海，但真正的与之对拼之下，那100万颗星辰海或许还不低无色的10万颗星辰海。我们知道你们很强大，可是为了能够成为最后的万界圣子，我们只要与你拼尽一切。那3位隐世的神奇强者把话说完，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引动身后的100万颗星辰组成的星辰海，爆发出惊人可怕的能量波动，直接朝着萧炎、林动、沐尘他们所在的位置轰去。这一招也是所有天位神最强大的必杀技，因为天位神的天位海以及天位星辰海乃是他们所有神力的来源之处，一旦选择这一招攻击对手，那么就意味着必须会分出胜负。轰轰轰！在那些已经弃权后选择继续在这里看精彩争夺战的那些神奇强者纷纷露出惊叹之色，同时被远处虚空中的双方星辰海对碰之下所爆发出的能量冲击波所震撼。如此庞大的天位星辰海间的碰撞，就算是施展者都承受不住那么庞大能量的冲击。很快，在那里战场处，恐怖的能量波散发出耀眼的星光，直接将他们全部笼罩在了其中，任由双方的星辰海不停的对抗。但是其中的情景谁也看不到，也不知道那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里近乎毁灭般的攻击不断的炸响，黑色100万颗星辰海与无色10万颗星辰海的极致拉扯也很快进入到了尾声。轰隆！只见那里的空间出现了崩塌，耀眼的星光在进行着最后一次的绽放，那就是代表着双方的攻势已经分出了胜负。恐怖的能量波动在处不停的席卷，仿佛只要靠近那里一点就会被波及，甚至还会被重伤。这样的一幕让的所有神奇强者看得都在惊呆。然后就在下一刻，其中3道身影直接狼狈的倒飞了出去，直接狠狠地砸向了下方的大地中，四周掀起浓烟。一道巨大的深坑中出现了3道被击败的身影，而那3道身影正是刚刚选择挑战萧炎、林动、沐尘3人的争夺者。此刻的他们怕是已经老实了，没想到萧炎、林动、沐尘的实力竟然超乎了他们所能想象的强大。我们输了。在那巨坑中，那3道狼狈的身影颤颤巍巍，同时也让他们见识到了什么叫无色天位星辰海的可怕。仅仅一招之下，3位9重天位神全部战败。这一幕让的那些已经弃权的神奇纷纷暗自感叹，看来萧炎他们3人真的会成为万界圣子。原本那些没有弃权的争夺者在见识到了萧炎、林动、沐尘3人的战斗力后，也没有勇气去对决了。见迟迟没有争夺者站出来挑战萧炎他们，罗峰和圣瑶对视一眼，然后一步踏出，天地中再次有了欢呼声。是天罗殿和圣花殿的神交，他们的实力在天位神之中都是巅峰般的存在，而且手中又有着圣灵器，而且2件圣灵器合璧之下，似乎能够爆发出超圣灵的力量，那威力也堪比绝世神器了。难道那2位神交想要联手战那3位？但是就算如此，对方可是足足的有3位啊，就算圣灵器合璧，也不可能是那3位的对手吧？在场的神奇强者们纷纷惊叹不已，望着罗峰和圣瑶那坚定的表情，看样子他们也想争夺下万界圣子之位。不过这2位神交的实力可比刚刚那3位强太多了，9重天位神巅峰再加上圣灵器，那威力简直就是无限接近于半道神般的存在。我们要挑战你们2位。罗峰和圣瑶此时伸出手指向了他们认定的对手林动和沐尘2人，有些压抑，这2位神交竟然选择的是他们，不过为何不选萧兄呢？不过他们很快就想明白了，然后淡淡的笑道，你们选我们2位是觉得我们的实力不如萧兄吗？但是罗峰和圣瑶并没有回答，也就是这不回答，林动、沐尘心中也已经有了答案。好吧，既然你们选择我们，那么我们也不会让你们失望，萧炎兄的高度我们一样能够达到。沐尘的声音低沉传出，一股强大的气息便是自体内爆发，他眉心处的法心之眼也是闪烁着光芒。如此甚好，我们拿出全部的实力，到最后这万界圣子之名究竟谁能够稳坐？罗峰拿起手中的圣灵器对准灵动，似乎他已经选好了自己要战的对手。罗峰对战灵动，圣瑶对战沐尘，而萧炎却没有人站出来。似乎在这3人之中，大家都认为萧炎最强，根本不敢有那颗去挑战的心。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没有敢挑战萧炎稳坐万界圣子之位时，一道破风声从人群中缓缓地传了出来，我来挑战你。 5个字一出，只见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声音的来源处，在他们定睛一看下，便是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袍的男子，而且在他的身边还有几位是萧炎熟悉的脸颊。小师弟，大师兄来挑战你可好？几道身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最后来到了萧炎的正前方，数道目光散发出来者不善的气息，盯着萧炎。大师兄。然而这几位的身影马上映入了吴雪眼瞳中，心想着这些家伙肯定是来捣乱的，
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够走到这里，看来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获得了不少的强大天地宝物。吴雪身边的那几位师兄呢？难道？吴雪小师妹，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我要让你看看我是如何成为万界圣子。郭九牧大师兄微微转头，那爱慕的目光看向了吴雪，那绝世的容颜上，这位倾国倾城独一无二的女人，让自己看了都想犯罪的冲动了。当然，郭九牧还是强行的压制住自己心中的那一道火热自己喜欢了这么多年的女人，到头来竟然选择了别人，而且还是小师弟。他作为大师兄，自然不会怨言。究竟是哪里比不上他那位小师弟？我说大师兄，你不会要以小师弟争夺万界圣子之名吧？这时，天地派系的二师兄沉声道：“二师兄，难道我们大师兄不能与小师弟争夺吗？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吧？”站在大师兄一旁的冷三师姐面带笑容，开口说道。被三师姐这样一开口，倒是令得天地派系的几位师兄没有话可说。的确，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没有这样的规定。好了，如今万界争夺战已经进入了尾声，我与小师弟的争夺是必然的，除非小师弟主动认输，但我想小师弟应该不会选择认输的。虽然小师弟的实力的确很强，但我作为大师兄一定要教他一下，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郭九牧说完，再次将目光看向萧炎，不过他的瞳孔中散发出对萧炎这位情敌的杀意。面对着郭九牧对自己的来者不善，萧炎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的眼里，郭九牧的实力也不过是9重天位神巅峰，想要与自己言之一道抗衡，怕是不堪一击不过。就在这时，萧炎的脑海中响起了粉老的声音：“小家伙，你的这位大师兄身上有些诡异，你小心一些。”诡异？萧炎诧异道：“我也只是感知到一点点，好像被刻意的隐藏起来了。总之，你与你这位大师兄对战时，要格外的小心一些。”既然粉老都这么说了，萧炎自然不会不相信。虽然自己没有在郭九牧身上感应到哪诡异的气息，可粉老的感知力可谓是比一些大道主神的还要更加敏锐，所以粉老说的话，萧炎必须要谨记。既然大师兄想要争夺万界圣子，作为小师弟也很乐意，就是不知道你败在我手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简单的一句话从萧炎的口中说出，却是让的郭九牧全身都要气炸。什么叫败在你手里？不过好在郭九牧也很快压制住了要暴走的情绪，对着萧炎冷哼一声，淡淡的道：“呵，小师弟还真是有个性，我不知道会不会败在你手里，但是我敢保证你会败在大师兄的脚下。”吴雪望着大师兄想要与萧炎争夺万界圣子之位，都有一种恨他的心情，每次都有他的身影，身世让人见了都有些无语。吴雪，放心吧，大师兄伤不了我。或许是看到了吴雪此刻的坏心情，萧炎急忙安慰出声道。然而也就是这一次的安慰，直接让的郭九牧彻底的破防。他看不惯别人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如此这般。在那片虚空中，郭九牧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直刺萧炎，眼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杀意。他身体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弥漫开来。郭九牧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磅礴神力立马沸腾而起，瞬间汇聚到掌心，凝聚成一道能量球，同时散发出恐怖的光芒。小师弟受死吧！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郭九牧猛地挥出那充满毁灭性力量的一掌，虚空都在这一瞬间颤抖起来。那一掌仿佛直接洞穿了虚空，带着不可抵挡的威势直奔萧炎而去。然而下一刻，萧炎所站立的位置，那处虚空犹如玻璃般出现了无数裂纹，然后砰然碎裂，如同被无形的力量蛮横的打碎了一般。萧炎也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没想到郭九牧的实力又精进了很多，看来在这万界圣子之地中也得到了不少的机遇。萧炎的脸色先是震惊郭九牧的强大力量，脸色微微一变后，但也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的双眼突然爆发出刺目的火光，仿佛有无尽的烈焰在其中燃烧。萧炎张开双臂，一股炽热至极的火焰从他体内爆发而出，以他为中心形成一片火海，将他自身笼罩，其中火焰带着毁灭的炙热气息蔓延开来，温度之高，连空气都开始扭曲。那股炙热的热浪携带着毁灭性的力量，以萧炎为中心，狂暴的冲击向四周，包括那正以恐怖速度飞来的能量球轰隆。两股可怕的力量开始疯狂的撞击，瞬间席卷出可怕的风暴。那些风暴拥有极其强大的破坏力，如果谁不小心被吞噬其中，那么不死也得是重伤。火海与能量球风暴的交锋下，整个虚空仿佛都在哀嚎，并伴随着两股力量的冲击之下，空间裂开了无数道细长的裂缝，仿佛即将要崩溃。随着萧炎与郭九牧的激战开始，灵动和沐尘也是准备出手对敌。你们拿出全部实力了吧，不然我们怕我们还没用全力，你们就已经倒下了。灵动倒是直接冷语出击，毕竟他可不想与对方试探实力，胜与败一切都在强大的力量下说话。哈哈，好气魄！既然如此，我们就用超圣灵合璧的力量对战你们了。罗峰倒是意气风发的大笑了一下，紧接着他与圣瑶并肩而立，双方的眼神坚毅而深邃，那一双眼睛的深邃更像是一道无底洞的深渊旋即
九重天位神巅峰的力量自他们的体内爆发而出，周遭的空间顿时动荡扭曲，他们的全身都被强大的天位神力包裹而起。威力之强令的现场的这些九重天位神都感受到来自巅峰天位神的真正可怕空间扭曲间，在场的那些神奇强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生怕打扰了这激烈巅峰的一刻。罗峰的手掌微微张开，那道古筝安静地躺在其中，它表面流转着神秘的光泽，似乎在呼应着罗峰体内的神力。